诸位慢用，老夫先走一步了。哼，这么可口的饭菜，在韩将军眼里也味同嚼蜡。本来是当丞相的料，结果呢，就封了个才官将军。标记将军，你有什么资格议论韩大将军？你不就是在皇上脚下转来转去，转了10几年的一个郎官吗？韩将军，韩将军是平七国之乱的首功之臣，那是凭着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才官将军。可我并没说什么呀。哼，听话听音。莫名其妙。卫青，你来作证。好了，顾松敖，你就别说了。戴哲基将军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哼，我就这么告诉你们吧，别看你们现在和我平起平坐，各领军纪1万，哼，可我李广当上这个将军，那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一场一场熬过来的，不像有些人靠女人的裤腰带。骁骑将军过分了啊！不就是说了一句韩安国吗？哪来那么大的气？哼，我告诉你们，有时候这鹰啊是比那鸡飞得低，可是那鸡呀，永远也飞不了鹰那么高。哼，幸亏皇上没集中兵力，就这态度，怎么合作？公孙贺将军，末将请教一句，在大汉军队中，历来有这样论资排辈的传统吗？是啊。军中历来崇尚功勋资历，凡不是凭军功得职者，在士兵的眼里，就好像是光着身子，没穿裤子。如此说来，那就怨不得李将军了。毕竟，他身经百战，的确是老资历啊。传令官，有传我的将令。参与此战的南军800骑，所携装具。凡是与上古屯军不同的宫中用品，一律不得带往前线。无论是羽林还是西门，都不得有任何特殊之处。违反此令者，给我责罚。诺。将军，营外有人求见。我正在做战前准备，没时间见客。这个人你必须得见，她是皇上的姐姐平阳公主。大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坐会儿。我哪有时间呢？我马上就要出征了。我也用不着那么多时间，只是不想看你这么假模假式的。你，我怎么了？送自己心爱的人出征，杀敌立功有错吗？你觉得我行吗？不是我说你行不行，是你自己要对自己说，我行，匈奴人不行。我明白主人的意思了。你还这么见外？你是我心爱的人，是我至高无上的主人，是让我为你骄傲的上将军。你上战场后，妾将日日为你祝福，愿你斩将擒旗，立下战功，平安的归来。陛下，既然已经决定了，一切顺从天意。人拿起兵器是件很简单的事情，无非是输赢。
做什么，朕已经定了。怎么做，那就要看将军们的了。也好，没有主将，干脆不设主将。朕的4名将领，让他们平起平坐。希望这一仗打下来，朝廷又有了一位新的主将。妾只希望卫青能够平安回来。你的标准也太低了。卫青的剑法倒是还可以。剑术再好，也只能击败1、2个对手，有什么好说的？朕期望于卫青的，是要让他成为万人敌的大将军。朕这一次是有意把他放在了这场战争的引发之地上古方向，让他感受耻辱，以血还血。除了陛下，谁还能有这样的气魄，让一个出身骑奴的人担任上将军，担当如此重大的国家责任？不试试，又怎么能够知道谁行谁不行呢？大战之前，朝廷上下异常宁静，人们在紧张地等待着结果。而刘彻此时给所有的将领传达的最后一道诏令却是：放手去打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左大都尉给我叫来！大单于汇总所有的探报，汉朝军队兵分4路，声势浩大。看来汉朝皇帝此次是要真打了。跪下！谁让你去血洗上古？本汗一再约束袭掠范围，你手下的人马为什么不执行？本将有个约束，可那就如同让猫看着活鱼入睡，哪里抵挡得住诱惑？勇士们一杀红了眼，就顾不得上古下古了。你知道你犯了什么样的错误？大单于，血洗上古是严重的。他直接引发了汉朝皇帝此次大规模的4路讨伐，汉匈之间的关系以此事为节将分为2节。奴才一再警告大单于，我匈奴行动的分寸就是要避免这样的事发生。左大都尉所部贪图营土小利，而危及了我匈奴的大事，应该予以重罚呀！不要以为你是汉人，就处处的替汉朝说话。打就打吧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正想多杀几个汉贼呢。大单于，国家之策，不仅是军事与军事的对抗，也是国策与国策的较量。奴才为大单于制定的基本方略，就是要力图避免激怒唤醒汉朝臣民，以免他们倾举国之力与我匈奴做全面的军事角逐。因为汉朝的国力远在我匈奴之上啊！他汉朝皇帝要打，我一日前就奉陪，我看不出有什么可怕的。就是，我大匈奴人何时怕过区汉朝？
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大单于，您见过沙漠里的眼镜蛇吗？眼镜蛇每攻击对手时，都要将自身盘紧，周身膨胀出好几倍。脑袋在攻击对手时，常常有意不咬中对方，让对方恐惧而不摸深浅，这才是弱者最好的攻击策略。这4年来，奴才为大单于苦心经营的，就是这种眼镜蛇式的对汉策略。守弱，但不争强，坚韧地守住弱者的地位，才能积累实力。但上古世界已将这种战略打破了。大单于，他那简直是胡说八道！做大都尉，不执行王庭的命令，擅自冲入上古地区屠城抢掠，这无异于有利于汉朝皇帝说服他的臣民，煽动起对我匈奴狂热的民族仇恨，长敌人的志气，灭我匈奴的威风。住嘴！拖出去，抽50鞭子！奴才担心的不是现在，而是将来呀。甘夫，怎么回事？整整1天了，匈奴人在不断地向南调动军队。听说大单于发出了总动员令，主力骑兵派我们雁门方向，听说要与汉朝人打大仗。好啊，皇上终于还手了！皇上终于还手了！您是不是打算趁乱回汉朝？不，这次皇上派我们出使大约之国，我张骞找不到，绝不返回。那您是想逃跑？我要去大月支，完成已延了10年的使命。女人和孩子是否一同带走？当然一起带走，也好，这样走的时候不易被人发现。我听商人们说，大月支好像受到乌孙国的袭击，一直往西迁徙了。我们应该继续向西，经居延湖找到通向义乌的路，从那儿再往西找过去。不，义乌一带四边都是沙漠，无路可通。另外，天山北边还有大月支的另一敌国乌孙，他们要知道汉使要去大月支，肯定会找麻烦。我看，我们还是走天山南路，先去大宛。行，也好。听商人说，大宛国早就有意与汉朝通商，也许会对汉使好一点。我听你的。好，去准备吧。太让朕失望了。这个严柱，这个武丘寿王，你说他们在朕的身边的时候，也算是才华横溢、智慧无穷。朕送他们去做太守，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好呢？弄得会稽、东郡2地百事废弛，乱七八糟。陛下息怒，严柱、武丘寿王都是辩才无碍之士，并不是地方行政之才，让他们在陛下身边做个智囊还可以。如果让他们整治地方，去独当一面的话，我想这也是难为他们了。不行就让他们回来，别在那儿给朕丢脸。你回答朕，
朕兵分4路，是不是有点铤而走险呢？朕头一次在军事上重用进士卫青和公孙敖，他们会不会也像严柱跟武丘守王一样，给朕弄得一团糟？是啊，你心里没底，朕何尝有底？陛下，不过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总比用韩国强吧？为什么？陛下，此战为的就是实现您多年的战略构想。只要大胆启用新人，就一定会有收获。而且打这种仗，首先要的是将领的忠诚。打狠仗，该用拙将。去，从各营调一些人来，收敛掩埋这些老百姓，入土为安吧。诺。快去，把上古本地军将都请到我营帐来。上古屯军诸将领都有些情绪，是吗？跟我李广打仗啊，一要吃好，二要睡足，睡足很重要。吃一头猪不如一觉活。吃饱睡足了，跟我去打那帮狗娘养的匈奴。父亲，这1万军纪来源不一，恐怕要解决协调问题啊。我的指挥就是协调，这些猪羊顶半个将领，士兵们都是粗人，别跟他们讲道理。一是要让兵吃好睡好，二是打起仗来身先士卒，这就是我李广多年为将的经验，懂吗？参见车骑将军。啊，诸将免礼了。我卫青奉皇上之命，统帅上古全部军纪。本人缺少实战经验，多多仰仗诸位了。将军客气，不过我军已经事先向4州派出侦旗，昨日抓获了一名匈奴使长，在哪儿？带起来。跪下！这是我们汉庭的将军，有话你就老老实实的说，不然就杀了你。什么这将那将，在我们匈奴人眼里，你们汉朝只有1个人才算作将军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在匈奴人眼里，汉朝只有1个人，勉强算作是将军。是谁呀？
飞将军李广。飞将军李广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。汉朝4路的所有将领，我们大单于没有不知道的。他说汉朝4路的将领，他们大单于没有不知道的。都知道。都知道。你不就是汉朝皇帝的小舅子吗？其实我知道，我们大匈奴所有前线的将士都知道。他说，大匈奴全线所有的将领都知道大将军是汉朝皇帝的小舅子。哼，知道便好，免得没名没姓的，哭了半天还不知道是被谁杀死的。禀报大单于，我的部队已经集结完毕，大单于训示。起来。能骑马吗？哪长那么快啊？我不明白，大单于为何非用我的屁股去讨好那个汉朝的阉官？看来还是没有打服。我就是不服。好了，中行月比你我更加了解汉朝，你有气就撒到李广头上去吧。大单于我叫你来，就是要你去主打雁门的李广。真的？我还以为这次大单于要让左大当户左谷都侯的部队去打呢。你们3个部队一起上，4倍于敌人，争取给我吃掉李广。最好是能给我活捉李广本人。吃掉了李广，就等于打掉了汉朝皇帝的勃勃野心，打掉了汉朝的国威士气，让他们尝尝我们大匈奴的厉害，从此谈虎色变。我明白。不过什么？那汉朝其他几路队伍怎么办？这你别管，我自有安排。说实话，这几路无名鼠辈，汉朝皇帝的裙带枕头，还上不了我大匈奴的正席。我明白。王子金密帝，我在。你监护左大都尉的部队作战。遵命。大单于，让小王爷来自然是好，只是当日于丹王子随我作战，已不幸牺牲，我的内疚之心一直尚未平息。这次一定要保护好王爷的安全。让小王爷与军士同战，是大单于我给你左大都尉的特殊荣誉，激励你与汉朝人浴血一拼。至于王子的安全，自有昆仑神护佑，你不用过虑。左大都尉不必照看我，我早想率我匈奴最彪悍的军旅奋身而战，还请左大都尉给我这个荣誉。授旗开始。王子所在军旅是我大匈奴的精锐，特授王旗，请左大都尉真呼。跟着我大漠之王，众王之王的伟大单于，我大匈奴无往而不胜。昆仑山，昆仑山，昆仑山。很好，这次你们一定要把李广给我吃掉。他要是变成了禽鸟，飞上了天，昆仑山，昆仑山，那你们就要变成苍鹰，从天上把他给我捉回来。昆仑山。他要是变成泥鳅，钻入地下，你们就要变成旱獭，把他给我揪出来。昆仑山。他要是变成了鱼，潜入了深水，你们就要变成网，把他一网打尽。昆仑山。保持队形，跟上，快点！将军，
据报李广方向、公孙敖方向均有恶战。知道了。我方为什么抵抗如此微弱？因为匈奴没把我卫青当回事儿嘛。我军越过长城以远，是不是应休整一下，派出真骑？暂时不用，朕周边没有敌军，我们要以快制慢，跟上，快点，快跟上！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，这一片呢是片沼泽，必须避开这儿。向导说这儿有一口甜水井，我们可以在那儿休整。传令官，飞将在。传令前锋，沿途尽量避开敌小股部队的骚扰，全军快速插向龙城。诺。原来将军此次目标是匈奴人的圣地龙城，龙城离这里至少还有200-300里呢。我们就是想插入匈奴纵深，要让匈奴知道我们汉军铁骑也能远征。孤军深入，将军此举非常大胆。这是皇上的意图，是第一次打击。怎么，你害怕了？不，末将敬佩皇上与将军的远虑。将军请看，我南军800骠骑锐气逼人，而将军亲自做先锋打头阵，上古驻军无不鼓舞。现在全军上下士气高昂。必会所向披靡，争取到龙城吃午饭。撤，跟上！报，大单于，汉军公孙敖部已被代郡方向的左贤王击溃，汉军死伤7000余人，公孙敖部逃回汉境。启禀大单于。汉军云中方向，公孙贺一部越过长城后，未敢深入我境，未遇我军主力，现已原路退回。行了，本单于只关心对李广的作战。大单于，李广所部被我大军合围，经恶战，李广本人已被活捉。再说一遍。大单于，我军活捉了李广，正在押往这里的途中。王子让本官先行报捷。昆仑神。喂点水，瞧他那伤，流了不少血。负伤的人不能多喝水。飞将军，我早听说过你，所有的匈奴人都知道你。我们匈奴人最崇拜英雄，哪怕是自己的敌人。哼，可算抓到你了，王子。跟只受伤的老虎没什么道理可讲，我看他不行了。不，我得跟他说话。我听说快死的人得使劲喊他，要不就回不来了。哼，那你喊他吧，看他能不能答应你。喂，飞将军，李广，汉朝人，瞧，他听懂了。
眼睛还在动呢。快追！李广带伤逃脱，是因为我的疏忽，请大单于按军规处罚。金迷弟，哥哥再次告诉你，不要跟汉朝人讲你那颗仁慈之心，他们是草原上的狐狸，充满了狡猾。他们精通于法术诈力，你稍不留意就会上他们的当。迷弟，知罪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李广也曾被我俘虏，虽然半路侥幸逃脱，但是他也尝到了我大匈奴的军威兵锋。让他跑吧，让他带着失败的消息和被俘的耻辱，回去见他的皇帝。按照汉朝的军法，汉朝的皇帝会替我们杀了他。有什么新消息？大单于，龙城圣地失守了。龙城？谁敢袭击我的龙城？是卫青所部，乘虚而去。那里本汗也留了几千守兵啊！卫青他是多少人？1万骑兵吗？这一败非同小可。你们看看，从上古到龙城有多远？整整的400里，往返就是800里。汉军的万余骑兵，在我大匈奴境内纵横800里，横扫了我的祖宗圣地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说！给我记住卫青这个名字，他不只是汉朝皇帝的一个小舅子。听说仗打得不好，但皇上并没生气。你们说这件事奇怪不奇怪？只有卫青立了功。哎呀，娘娘，那边那个小伙子是谁呀？他是卫青的外甥。这孩子在乡下呀，天天打架闹事，姐姐管不了，我就把他接到宫里来了。这孩子倒是很爱读书。听说皇上很喜欢他，说他马骑得特别好。可不是嘛，从小就喜欢打打杀杀的。他还陪皇上练剑呢。哦，是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让魏娘娘歇息了。啊，就是的。这些妇人也不懂得军事，就知道奉承。祛兵啊，你舅舅这次立了功，你说你舅舅真的那么能吗？皇上早就说舅舅能行，舅舅真就是行。皇上真这么跟你说的？
皇上说舅舅这个人像周勃，厚重少文，但是笨人打巧仗。皇上说，这次4路大军，哪怕3路都打光了，只要卫青这一路能赢，就是最大的胜利。皇上说，这一仗就是让舅舅练兵。倒还真是这样啊。要是没有皇上，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用舅舅担当这样的重任？启禀娘娘，皇上要在这儿举行家宴，奴才特地前来准备。家宴？宴请谁呀？关内侯啊。谁是关内侯？为了表彰卫青的功勋，皇上已册封卫将军为关内侯啊。那公公，您知不知道，其余将领，皇上是怎么处置的？公孙敖、李广2位将军损兵折将，大败而归，按律应该论斩。皇上倒也没有大动肝火，只是交给廷尉了。嘿，我明白了。此次失利，2位公孙将军错就错在守株待兔上，关键的错是错在战术上。此次我军虽用骑兵作战，可骑兵缺少经验，作战能力也有限，因此就无法发挥我们骑兵在速度和打击力度上的作用。这样作战，就是骑着马也是白白送死。哎，你小子说法跟皇上说的倒也差不多。我说皇上怎么喜欢你呢？感情你能猜他的心思。你们说的都是战斗过程，朕不想听过程。朕今天只想听听收获。公孙敖，你有收获吗？臣罪当诛，败军之将，无颜面对陛下，不敢妄言教训。是啊，你倒是大手大脚的，一次出兵就损了骑兵7000，还不错，还给朕带回了3000。怎么不是收获啊？摔个跟头还得买个明白呢。7000将士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送出去了，你对得起他们的英灵吗？要说收获，臣以为我军骑士的战术还是大大逊色于匈奴，此为教训之一。你这话怎么讲？此次马关之战，我军虽然已不使用旧式战车，使用了骑兵，但是战法生疏，兵士们的骑射水平很差，进展刀法单一，完全是一群骑在马上的步兵。你是说，虽然使用了骑兵，但是没有适用于骑兵的战术？是的。卫青，回去写个折子报上来。臣领旨。公孙敖所说的就是收获。公孙贺将军，你倒是不错呀，去也轻松，回也轻松，落个不输不赢。你跟朕说说，你有什么收获呀？余将无功而返，有愧朝廷。是啊，完全不知道匈奴人的位置，昏昏然，茫茫然。余将对陛下的战略领会不深，因而不敢孤军独自深入。入境后没有找到敌人，有点不知所措。卫青，你要好好记取，匈奴人历来重视战前侦察，马邑之围我汉军已经领教过1回，事不过3，要设法让匈奴人做聋子，做瞎子。臣领旨。陛下，末将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是全军覆没，北将也险些做了俘虏。李将军是为名声所累，匈奴人以3支主力共同对付李将军，哼，可见名声太大了，不是件好事儿。陛下，臣心里似刀绞啊，无法
面对皇上，愧对朝廷。那朕就替你说说收获吧。匈奴人总是以李将军为我汉军的精锐，可李将军自己不要背包袱，要守弱，谦下，虚怀若谷，懂吗？这地面上最柔弱者为水，碰到一点微小的阻碍，就会改变其形状跟方向。放在圆的城器里则圆，放在方的城器里则方。似乎没有自己的主张。一旦形成洪水，则再大的岩石都难以阻挡。不要总是以硬碰硬，望李将军谨记。韩嫣，臣在。传旨。